人以食为天，齐民要术将由后世来书写。不再靠天吃饭，种地还能学知识，当农民特别有奔头。让科技蓄力农业，创造未来无限可能。天下农人定将于沃野千里之华夏，再续新篇。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里，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勤劳、智慧，书写着关于土地的壮阔篇章。在北魏时期，史称农圣的贾思勰写出了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对后世农业影响深远。贾思勰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从小便深受影响，心系农耕。爷爷，我们缘何不能如他人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仍要读书写字？祖上素来重农桑之术，读书才能事半功倍。哦，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所言极是。自幼勤勉好学的贾思勰成年后，曾担任高阳太守，到各地游历，见识到了当时很多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引发了他的思考。一方水土养一分作物，可有特土，不分地域，皆可收获。贾思勰将所闻所思都收录在了《齐民要术》中，并且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北魏由经济繁荣走向衰落动荡，因而贾思勰在书中也对后世提出了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的理想和期盼。从鱼米之乡到秦川万里，从云贵梯田到东北富饶的黑土地，今天的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养育了世界近20%的人口。这就是跨越1000年之后，中国农业交出的亮丽答卷。中国的最北端，是全球同一纬度中最寒冷的地区之一，在这里，一年只种1季稻。尽管如此，黑龙江仍是中国稻米产量第1的大省。中国人吃的每9碗饭里，就有1碗来自黑土地。超高产能的背后，是一个个现代化超级农场的发展和壮大。耕地面积122万亩的北大荒集团7星农场，是全国优质精稻种植面积最大的现代化农场之一。在这里，卫星遥感、无人机近地空遥感、地面智能检测设备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智能监测系统。现代科技的助力，让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成为现实，也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他叫周德华，是北大荒集团7星农场的种植户，已经在这里务农25年，也亲历了农场从依赖人工迈向机械化、智能化的转变。周哥，又来了啊！看到了，看到了，来看看咱家水稻长势。好的，我马上出来啊，辛苦了啊。没事儿，
周哥，哎，我再来你家看看，咱们这是最后一次夜间跟踪调查，咱们看看这个水稻它这个长势啊，还有这个株高啊，还有这个分界情况啊。现在太幸福了。我们以前种地的时候，人背、肩扛、锹挖，一切都是用我自己的双手去这个劳作。而现在呢，我们用了先进的、智能的机械，非常的省力省工。每年的7至8月是7星农场的下防时间，运用飞机喷洒农药，可以大面积高效地防治病虫害，保障水稻的安全增收。为此，7星农场还建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专门来保障农事作业。农用大飞机用来解决超级农场大面积的飞防作业需求，而在大规模的喷洒过后，农作物还需要更精细、精准化的喷洒。这时，小型无人机就要出场了。你往车上装吧，那我就开始去给他农户作业去，飞地去。面对旺盛的农事需求，2018年，在农机员的帮助下，周德华成为了7星农场第一批无人机操作手之一，并拥有了第一台自己的农业植保无人机。周哥，一会儿出去作业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这个无人机飞机的时候，这个什么电线杆子呀、高压线呐，这个领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来，我来。如今，周德华还成立了自己的无人机公司，开始接受其他农户的订单，满足他们对无人机植保的需求。一般的情况下，我早晨是2点到2点半起床，正常3点就开始作业，8点钟结束。这样呢，就是早晨这一段时间飞300亩地左右，下午就飞的比较多，因为下午时间比较长，下午可以飞行面积能达到400到500亩。着急了吗？也不着急，这个点儿正好。好，那赶紧咱对药。一会儿飞完这块就飞你的啊。那么现在一台无人机可以替代30个人的工作量，它不但是解决了我们劳动强度，省人省工，而且呢还喷洒的比较标准，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想飞，我们就可以飞。准备启动作业。电机接触不太严，因为我刚才检测的时候发现它就是松动，这个线头松动以后吧，就会产生那个蓄电，蓄电以后会产生断电，就是容易就是咱们行业叫炸机，几分钟的时间就解决小问题。这种飞防作业中的意外，作为老手的周德华解决起来已经得心应手。修理完毕，第2次起飞即将开始。那时候你要是再找咱用你要背喷雾器的时候，那要喷雾器得喷多少地啊？那4亩地都差不多。那是多的，4亩地，还得说赶上有露水的时候啊。对，哎呀，我一背的时候就犯愁，头疼那时候背的。脑瓜眼袋热的老恶。要是如果还是那个状态的话，我坚决不送水稻了，不干了。科技解放了农民的双手，带来了产能的增加，同时也提升了种粮的积极性。如今周德华家的400亩田，
每年生产的粮食可供1000人全年吃得饱、吃得好。这是周德华感到最骄傲、最幸福的事。就是有了这个农业无人机以后，改变了我种水稻的命运，改变了我种水稻的一个观念。我现在下田里主要是看水稻的长势，其他时间我是不会进田里的，非常轻松了。在我们农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耕作在广袤的田野上，生活在现代化的城镇里，我感觉非常幸福了。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越来越多像周德华一样的传统农民开始定期参加培训课堂，成为具备较高科技素质的新型农民。哇，这个好啊！对，手机一点就启动。10年来，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1%，支撑保障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科技赋能农业，为粮食稳产增收保驾护航，让每一粒种子都有饱满的收获。我们七星农场呢，年产15亿斤粮，能够保证我们全国人民呢连续吃2天啊，这样呢，我们也让大家能做到家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饭碗主要装中国粮食。今天，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成为大国粮仓的压舱石。农业科技现代化给予了这一切最坚实的底气。仓廪实，天下安。当一碗热腾腾的米饭上桌，就是中国人最踏实的幸福。在《齐民要术》中，贾思勰推崇益国利民不朽之术，而当今农业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早已是他所生活的时代不可能想象的。除了沃野千里的东北粮仓，中国农业还在不断探索着新的产业形态，满足人们更高质量的需求。北京，一座聚集了2000多万人口的超级都市，每天的蔬菜消耗量超过2万吨。蔬菜运输的保鲜要求意味着高昂的运费。而在这样高楼林立的大都市里，传统的土壤种植已经无法给出解决方案。一种更高效的生产体系的出现，为农业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可能。这就是植物工厂。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这座3.3万平方米的智慧温室里，每天会有数以千份的蔬菜源源不断地送往城市的餐桌。仅靠10余名工人就能覆盖全年的供货期。在满足了老百姓吃好菜的需求同时，他们还圆满完成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蔬菜保障任务。这就是智慧农业发展的当下，也是徐丹每天忙碌的日常。我叫徐丹，我在荷兰留学工作待了5年的时间。15年回国之后呢，也希望能够把荷兰先进的奢侈农业技术带回祖国，让更多的农民增收致富，也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放心、健康的蔬菜。徐丹和他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支年轻的团队正在参加一场远在荷兰的比赛，而参赛者就是一群绿油油的生菜，以及他们背后隐形的智能 AI 系统。我们这次参加的是第3届国际无人温室挑战赛，也是世界顶尖的农业赛事。2月份的比赛，全球有200多个队伍参加，在最后进入决赛的5个队伍里面，我们也是唯一一支中国的代表队。其他队的话，应该没这个数据高，都在220和180。咱们生菜怎么样了？咱们 AI 数据的话和现场这些指标
是最贴近的，并且生菜的几个关键指标，成本、品质和产量，我们队都处于领先的位置。这次国际蔬菜种植比赛，需要参赛队伍提前编辑好 AI 算法，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图像识别等技术，全自动地去控制荷兰温室里的各项指标，包括生长环境、营养配比、采收时机等。徐丹团队日复一日在温室里积累的经验，通过物联及计算机系统，被完全数据化输进了系统。虽然今天阳光不是很强烈，但是这个时候整体的叶片它有个向上卷曲，就意味着植物是有一点点缺水。一会儿呢，我们就给计算机一个额外的指令，在中午呢再补一次浇水，让植物呢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热了降温，干了加湿，这些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事情，让计算机学习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这天，远在荷兰比赛的温室就发生了意外。你看3月21号这一天，从整个策略上看就有问题。为什么一个晚上我的保温幕布都没有给拉上？但是你看白天的时候呢，这个空气的温度又很高，那整个白天我的这一层透明的幕布呢，反而又没有拉开。可能是这个 AR 通过大数据的收集呢，就是说它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呢，它做出自己的预判。就人工智能呢和这个人的思维呢，可能有时候是有一些差异的，可能和就是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这次的 AI 蔬菜种植比赛有一条规则，可以进行人为干预、修改参数，但是每干预一次计费极高，并在最后的评比中算入成本，会影响成绩。在经过紧张讨论和数据复盘后，徐丹团队决定不进行人工干预，让 AI 自行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算法有信心。这份自信来自于徐丹团队这些年对蔬菜生长的详细监测，用他们的话说，这叫阅读植物。我们每周呢会测量番茄的叶长、茎粗，把这些生长数据呢输入到计算机，计算机呢会根据室外的气候数据和我们收集到的生长数据来判断植物是否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生长数据、气候数据、营养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构成了温室的智慧大脑。而这个智慧大脑到底能否独立完成2个月的种菜任务？今天，比赛结果即将揭晓。A very happy good morning to everyone physical here present in the room. Results I will pass also in this presentation. But I would actually Okay, then our top 3. On the 10th place, we have Vegemite. Congratulations. 感谢我们的团队在这次比赛当中还是取得了一个挺好的成绩。这次比赛呢也是第一次跨界合作，我们的植物学家和我们的数据学家在这次比赛中进行了很好的融合，第一次把人工智能用于了生产。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种植过程中，我们的大数据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加油吧！耶！获得国际比赛的季军，使徐丹团队的智慧农业实践迈出了新的一步。他们将把比赛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用于植物工厂的改进之中，培育生产出更为优质的蔬菜。在未来，中国农业将用更少的土地资源、水资源，更少的人工，实现农产品的智能化、标准化的生产。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行业，让农业成为很酷的事儿，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业成为一件可以奋斗一辈子的幸福的事儿。一蔬一菜，3餐4季，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幸福。用全新的科技孕育最新鲜的味道，慰藉所有人的未来，这
就是幸福的滋味。问世于约1500年以前的《齐民要术》中，贾思勰就很注重对农业生产、科学技术与经济效益的综合考察。山东省寿光市是农圣贾思勰的故乡，也是中国的蔬菜之乡。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沿袭着祖先的智慧，为农业探索着新的方向。订单农业正在推动现代农业从种养加工到销售一体化的延伸升级，实现了农产品产业链路的整体串联。决定田间种植面积和种植种类的，不再是农户们的经验和估算，而是来自终端消费群体的精准订单。午餐点哪个都可以，还是？你看看你自己选的。自己喜欢选择哪一个？还是选择这个带切条的吧。切条啊？对呀，你不喜欢吃切条吗？那就点这个了。OK， 这样。新的学期即将开始，家长和孩子们开始为学校的午餐下订单。订餐完成后，这些订单需求就汇集到了郭延良的订单农业销售团队这里。咱们学校的订单量是急剧增加，刚开始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咱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快速解决。根据咱们库存上显示啊，就是说咱们现在比较缺货的有2个大单品，一个是咱们的那个茄子，还有就是土豆。你看一下这个茄子这边供应的情况，及时联系这个供应商这边，让农户及时送过来。这个我后面跟进一下。通过分析学校暑期订单，根据缺货品类，郭延良立即赶往农户的蔬菜大棚，更新采摘需求。它这种茄子长这么大，是多长时间？1周吧，它1周就长成这样了啊。这不这棚里的不停地安排人来摘啊。对。正是有了这样精准的订单数据，也让蔬菜基地未来1年的种植计划更加完善。这个3号棚，咱们种茄子，种3500克，然后4号棚种这个西葫芦，种1000克，到时候我就过来收。好，这样没问题哈。离开泥土，从田间出发，蔬菜们开始了全新的旅程。通过智慧物流、智能中央厨房、共享工厂等智能化流程，订单模式不仅能按需组织农户生产，也能把田间最新鲜的味道第一时间送上百姓餐桌。新的学期，学生们如愿吃到了自己下单的新鲜饭菜，同时，农户们的产收有了更稳妥的保障，成为真正的受益者。从菜篮子到菜盘子，中国农业正在不断地创新前行。而对于农民们来说，付出的汗水和辛劳都能有所收获，就是生活里最朴实的幸福。以前我们种蔬菜种了以后卖不出去啥情况？现在好了，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愁销路了，我们很放心。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端牢中国人自己的饭碗，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是中国农业所承担的神圣使命。今天，农圣贾思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的千年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从大型农场的智能生产、植物工厂的智慧种植，到订单农业的一体化模式，农业现代化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正为中国人的幸福生活带来最温暖的保障。
描绘着安天下、稳民生的绚丽图景。启笔要术将由后世来书写。国以农为本，人以食为天，天下农人定将于沃野千里之华夏再续新篇。绿水青山中邂逅，自信的笑容，倒像沃野真丰收。书声朗朗的问候，桃李传承着5000年的悠久。幸福中国，万家灯火。